火药是谁发明的？是中国人，对吧？中国早在几百年前就搞出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这4大发明。但是为什么最后端着火枪、开着坚船利炮，把全世界按在地上摩擦，甚至打到我们家门口的，却是那帮欧洲人？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欧洲人聪明，或者是因为我们清朝闭关锁国。今天咱们就跟着姜教授文明史之火药革命，用极其硬核的社会学视角告诉你，火药根本不仅仅是一种武器，它是一个社会重置按钮。为了玩转火药，欧洲人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极其变态的战争机器，甚至为此发明了我们今天所有人都痛恨的现代学校制度。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可以先点赞订阅哦。在讲火药之前，姜教授先抛出了一个反直觉但又无比精准的定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由什么伟大的思想家决定的，而是由你们国家的打仗方式决定的。你看古希腊的雅典，为什么它是民主制？因为雅典是个海岛国家，打仗靠划船，靠海军。划船这活儿不需要你多有钱，也不需要你多有学问，只要是个四肢健全的穷哥们儿都能上船摇2把。既然大家都能为国家拼命，那大家就都有权利参与政治投票，所以划船等于民主制。你再看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帝国，它为什么是君主专制？因为他们打仗靠骑兵。在古代，养一匹马比今天买辆法拉利还贵，只有极少数的顶级贵族才玩得起。既然只有贵族能打仗，那权力自然就集中在国王和少数贵族手里。所以，骑兵等于君主制。到了中世纪的欧洲，那就更奇葩了。那时候的绝对主力是重装骑士。你想培养一个骑士，得从小练武，得买极其昂贵的重型铁甲，还得配好几匹战马，这太费钱了。国王根本养不起常备军，那怎么办？国王只能把土地分封给各路诸侯，说地给你，你替我养骑士，打仗的时候你带人来帮忙。这就搞出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呀，国王活得极其憋屈，简直就像个微信群的群主。诸侯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修了高高大大的城堡，四周挖上护城河。国王要是敢惹他们，诸侯把城堡大门一关，当个缩头乌龟。因为那时候没有大炮，面对这种乌龟壳一样的城堡，国王的军队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能灰溜溜的撤退。所以那时候的权力是极其分散的。而在同时期的亚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比如蒙古人、突厥人，简直就是无敌的开挂玩家。他们从小长在马背上，吃饭睡觉都在射箭，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最顶级的军事训练。他们充满能量，极其饥饿，总是能把那些看似强大的农业帝国按在地上摩擦。直到1453年，一声巨响把这个旧世界的规则炸了个粉碎。1453年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历史轨迹的大事儿，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打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可是当时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城市，它的城墙修得极其厚实，1000多年来，无数游牧民族和外敌在它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从来没被攻破过，号称绝对无敌。但是土耳其这次不按套路出牌了，他们拉来了几门巨大的火炮，几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声后，那堵1000年都没倒过的无敌城墙像豆腐渣一样稀里哗啦的塌了。这一天，全欧洲的国王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时代变了，没有火药，以后就别想在江湖上混了。火药的出现直接引发了3大颠覆性的改变。第一，就是草原游牧民族彻底完蛋了。以前蒙古骑兵来去如风，现在城市只要架上几门大炮，你骑马跑得再快，能有炮弹快。后来俄罗斯人就是靠着火枪大炮反向推平了整个大草原，游牧民族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第二点就是欧洲开始成为全球霸主。第三点就是最核心的一点，火药逼着整个社会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大洗牌。
听到这里，有人肯定会说，江教授不对啊，火药是中国发明的，而且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4大火药帝国分别是奥斯曼土耳其、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菲帝国，还有咱们中国的大明朝。欧洲当时就是个穷乡僻壤，凭什么最后是欧洲人赢了？江教授的回答非常残酷，因为当时只有欧洲人把国家逼到了不变法就得死的绝境上，他们采取了全社会参与的战争模式。大家想一想，火药跟弓箭有什么区别？以前你拿大刀长矛，那是自给自足，村里的大铁匠打一把刀，农民拿起刀就能上战场。但火药这玩意儿太娇贵了，你得去活火山找硫磺。当时欧洲最爱在意大利打仗，因为那里有火山。你得从粪便里提取硝石、钾盐，你还得找木炭。你需要有懂得制炼钢铁的工程师来铸造大炮，还得有专门的科学家研究怎么让火药爆炸做得更稳定。这就意味着，想玩转火药，你必须建立一个极其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后勤网络。这就逼着欧洲完成了3次极其痛苦的社会大剔骨。第一刀砍向贵族，从封建制变成民族国家。以前国王靠贵族骑士打仗，现在大炮一响，骑士的铁甲就变成了废铁。国王发现，我不需要贵族了，我需要的是能帮我收税的官僚。于是权力从贵族转移到了官僚手中，国家变得高度中央集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收上来钱去造大炮，去大规模强行征兵。第二刀就是砍向农业，从农民转向工商业。造大炮得在城镇里造啊，你得靠商人满世界去买硫磺和硝石。于是商人和资本家的地位瞬间拔高，他们比种地的农民重要多了，这就催生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第3刀就是砍向神学，从宗教转向科学。以前大家每天想的是上帝需要我做什么，现在战场上大炮轰鸣，大家每天想的是我怎么调整这个大炮的抛物线，才能一炮轰死对面更多的人。于是科学家取代了神父，成为了社会上最吃香的人。小伙伴们发现了吗？欧洲人为了打赢火药战争，硬生生把自己的社会给现代化了。这是一场极其血腥痛苦的蜕变，包括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美国大革命，全都是这个社会大洗牌的余波。那咱们再回头来看看中国，江教授说，中国是第一个搞出4大发明的，但为什么没引发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的权力掌握在那些考八股文上位的儒家官僚手里。他们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是对知识和文字的垄断。如果全面推广印刷术，老百姓都识字了，官僚还有什么优越感？如果发展指南针大航海，带回来一堆新思想，社会不就不稳定了吗？如果大力发展火枪，万一老百姓人手一把枪，造反了怎么办？在这些官僚眼里，维护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阶级和等级制度，比什么科技创新重要的多。如果不是被外敌逼到亡国灭种的份上，任何既得利益者都是绝对不愿意主动放弃权力的。而当时的欧洲呢，他们没得选，欧洲分裂成无数小国，天天打成一锅粥。江教授把这种状态称为开放的合作与竞争。在欧洲，你要么疯狂创新，搞出更猛的火炮，要么明天就被隔壁的国王给灭了，这叫不创新就得死。这就是为什么4大发明在中国只是个玩具，到了欧洲却变成了征服世界的神器。接下来的这个观点啊，可能让所有人耳目一新。大家还记得小时候上学，天天被老师逼着排队坐得笔直，背诵标准答案那种被支配的恐惧吗？江教授极其腹黑地揭露了现代学校制度的起源。你以为学校是为了让你变成一个独立思考的聪明人吗？错，学校的发明就是为了给火药战争提供不怕死的炮灰。这事儿是怎么来的呢？早期的火绳枪和滑膛枪，那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不仅死沉的，而且精准度极差。你就算瞄准了打，子弹飞出去也是个玄学。更重要的是，装填一发子弹极其繁琐，可能得花好几分钟。然而枪打得不准又慢，那怎么打赢敌人呢？欧洲人发明了一招排
排队射击。这就是需要成千上万的士兵排成整整齐齐的方阵，第一排开枪，然后退到后面去装子弹，第二排上前接着开枪。但是问题来了啊，对面也在开炮，也在开枪，肉身硬扛子弹，谁不怕死？你如果是以前那种散漫的农民，遇到这种情况，早就吓得丢下枪跑路了。统治者发现，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人类，我们需要他们绝对服从命令，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听到鼓点就在往前走，哪怕前面的人被轰碎了，后面的人也能面无表情地补上去。怎么制造这种机器人呢？普鲁士，也就是后来的德国，想出了一个极其恶毒但绝妙的主意：建立现代公立学校。学校的核心目的根本不是教你知识，而是把你和你的家庭尽早地隔离开来。江教授解释说，如果你在家里感受到父母满满的爱，你长大后根本不在乎老板或长官的看法，你不爽了就会说，这破班我不上了，我要回家找我妈。但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就把你塞进学校，让你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感到焦虑、感到压力，让你学会只要服从权威，只要服从老师，遵守纪律就能得到奖励。这样训练10几年下来，你就变成了一个完美、听话、极度焦虑的流水线产品。这种能力，江教授称之为同步性。你看看德国人和日本人啊，为什么他们早期的军队那么可怕？为什么他们的工业流水线那么牛？你再去日本坐地铁，再拥挤，大家也排得整整齐齐，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种极度的社会纪律性，就是通过学校强行植入到国民骨子里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引进了这种学校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不仅能产出最好的军人，也能在和平时期为你工厂的流水线提供最听话、最拼命的牛马、厂哥厂妹。听到这儿，你再想想每天按时打卡上班的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随着火气越来越猛，欧洲这帮人杀起自己人来，那也是毫不手软。江教授列举了一连串让人头皮发麻的战争伤亡数据。一开始在意大利打仗死个2、3万人，后来打西班牙无敌航队死4万8，到了宗教改革时代的30年战争，直接干死了几百万人，那可是当时欧洲最惨的绞肉机。再后来7年战争死了100万。法国大革命死了将近70万，直到最后的大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上了机枪和战壕，直接收割了2000万条人命。你肯定会想，这么个杀法，欧洲人不得死绝了呀？魔幻的现实是，在这几百年里，虽然战争越来越惨烈，但欧洲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全部都在疯狂暴涨。法国、德国、俄罗斯人口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大航海带来了高产的土豆和玉米，这确实是物质基础。但江教授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学原因：战争虽然残酷，但它给了老百姓一种极其亢奋的意义感和阶层跃升的希望。在和平年代，社会阶层是固化的，村长的儿子还是村长，穷人的儿子永远是穷人。但是一打仗，旧贵族死了一大批，这时候你作为一个穷小子，你去参军打仗，立了战功，回来就能当军官，甚至拿钱开个小作坊当老板，这在和平年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为了打赢战争，政府会出台各种极其变态的政策，疯狂鼓励老百姓生孩子。因为国家需要把这些孩子塞进工厂造子弹，塞进军队当炮灰。在那种全社会狂热的民族主义洗脑下，大家觉得生孩子、为国捐躯是无上的光荣，就像你疯狂支持你喜欢的足球队一样。那种集体的狂热彻底激发了人类繁衍的本能。这也极其讽刺地解释了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社会痛点。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叫做美国治下和平的和平年代，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因为年轻人放眼望去，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现在的社会阶级死死地固化在那里，那些占据着海量财富、高高在上的老年人，因为医疗水平太好，甚至能活到90岁、100岁，他们就是不死。他们手里的资源、房子、票子根本流不到年轻人的手里。年轻人一想啊，我怎么努力也买不起房，我的阶级永远无法跃升，我为什么还要生个孩子出来受罪？我为什么要奋斗？于是大家集体选择了躺平。这就是历史的黑色幽默。残酷的战争给了人们向上的通道和升职的狂热，而长久的和平与阶级固化却成了最强效的绝育药。张教授是在用一种极其冷酷的上帝视角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不是有什么高尚的道德驱动的，它是被残酷的生存竞争和暴力的升级硬生生逼出来的。为了适应火药带来的杀戮效率，欧洲人亲手砸碎了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建立起了冰冷的官僚机器、唯利是图的资本市场，还有那个把你从小规训成标准化零件的现代学校。他们在互相残杀的绞肉机里完成了一次次血腥的社会升级，最终用这套最高效的杀人与生产系统征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那些中国古代的儒家官僚们，为了守住自己的特权，自以为聪明地把火药当成了放烟花的玩具，结果几百年后，别人拿着升级版的魔法砸开了他们的大门，不仅砸碎了他们的统治，也砸碎了那个固步自封的旧时代。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在人类文明的博弈桌上，当你面对一种能颠覆规则的全新技术，就像今天的 AI 人工智能时，你永远不能选择假装没看见，或者为了维持现状而压制它。因为你不去掌控它，你的敌人就会去掌控它，最终你要么主动经历痛苦的自我革命，要么等着别人拿着新武器来对你进行物理上的消灭。这就是姜教授所说的，要么创新，要么灭亡，你根本没得选。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听完关于学校和阶级跃升的真相后，能多一分清醒。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很多理所应当的规矩，其实不过是社会这部大机器为了让你更好的当一颗螺丝钉而设计的代码。看透了这套系统，你也许无法立刻跳出牢笼，但至少你可以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不屈的灵魂。好了，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请务必长按点赞、收藏，并把它转发给你身边那些热爱思考、不想被世界蒙蔽双眼的朋友们。我是 Jenny，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